嗨，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大家在暑假过得快乐吗？现在是9月，是一个实习，是一个学生把实习当做一个工作，真实的工作。基本上，我也会期待我的实习生，他在大三实习的时候是一个准备好的状况，只是来实习的时候了解自己跟1年后要进入职场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差别。所以遇到很多的困难问题的时候，督导通常是给个方向，或者就是丢一句话，你上网查查看，有什么可以好的方法去处理。其实这个对督导来讲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实习生对督导的话的认知不会100% catch 到督导要表达的重点，所以呢，找出来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督导还要再不断的去修正、重复问题的主诉是什么，所以实习生在这个实习的过程当中就会倍感煎熬，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力很糟糕，为什么听不懂督导在讲的问题到底是要什么。其实这个在临床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就这样子。在临床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社工、菜社工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清楚病人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有些人比较直接告诉你说，我没钱付啦，皮夹打开来看里面就空空的，其实他把钱已经收到某个地方，你也不知道。有些人就会采用一个比较迂回的手法来告诉你，这个住院费那么贵伙食吃了那么糟糕，这个冷气又不冷，电视3个人抢一台看，这样子还收那么多钱，社工能不能给一点折扣你打个8折好了。其实有的时候个案所要表达的部分并不是打个折扣，而是他没有钱，他不好意思说。所以每个人的对语言的表达方式都不一样。对于实习生，就要去用心，用很多感官去理解督导在说什么，督导在想什么，他是怎样问这个问题，那我应该要怎样找到核心的问题，然后去处理。这个是一般实习生在实习当中会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接下来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因为通常书上讲的，老师教的就是课本上的东西，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实习的时候就不一样，社会福利各个县市政府，台北市跟花莲县，在社会福利上面就有很大的落差跟不一样。比如说在低收，花莲就有1、2、3款，但是呢，在直辖市的低收，可能1、2、3之外，还有4、5、6，还有些7、8、9，每个款项的福利措施也都不尽相同。这个对实习生来讲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记得有一次叫实习生说，你把这个社会福利低收的部分跟其他可以补助的项目，请你做一个一览表，请你比较一下。哇，看到的时候有点傻眼，因为他拿中央的版本，这时候就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因为每个县市的财源，它的面对社会福利的处理方式、条件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些有，有些没有。当然，基本上的某一个立足架构是一致的，
但是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花莲县对于低收的县民，你在急诊或者住院的时候等床，一直都没有健保床的情况下，你非得要住到2人房的时候，在花莲县政府是可以有部分天数的差额补助。但是呢，我们隔壁的县是台东，一样是低收，就没有这样的福利可以申请。这个就是每个县市政府对于自己的财政跟社会福利要放置的部分是有所不一样的。最后一个部分是很多实习生在课本上的学习要把它融会贯通在临床上面做实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课本是课本，实作是实作，然后所有的理论一开始说我最擅长优势观点等等，但是实际上遇到个案的时候，还是用自己的本能做事情，这个就失去理论的架构跟实务工作的结合的部分，就跟一个市场上的大妈在教训孩子一样，噼啪说了一大堆，是一个没有架构的东西。这个对于个案的协助就是一个不好的部分，因为你对于个案的帮忙就不是一个专业的协助，因为你没有理论架构，你没有依据，你也没有实证，只是一个大妈对孩子不断的唠叨而已。这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特别是在实习的时候，会需要有架构，有理论的依据，有实证，有各方面的佐证，在个案工作或者个案管理或者你的服务上面可以彰显得出来，可以看得到你的脉络，你的架构，你的操作是被可定义的，可被验证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也是实习生最痛苦的部分，因为在过去的学习当中，个案工作就是个案工作，个案工作还不一定学得好，然后个案管理就个案管理，管理的东西很难运用在个案工作上面，个案工作跟管理好像非常的遥远，再加上团体工作或者社区工作，哇，那真的是不得了了，这个每个东西都是10万8千里。透过实习的部分，就是要把这些的课本上的东西融汇在一起，然后在你的专业服务上面能够展现得出来。特别是透过实习的个案报告，或者是你的总报告当中，看得出把这些东西各个专业的学科再拉近一点，这样子对于未来的工作会比较贴近工作的核心。所以呢，对于一个实习生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在实习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不同实习生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有些人他非常善于表达自己，展现自己，所以对于很多的事情，他的表现督导看得到，然后督导可以给予纠正或者是讨论。有些学生过去可能非常的成绩非常好，或者他善于挑战权威，这一类的学生也非常吃香，在机构里面他可以学到更多，因为当他挑战的时候，督导就可以给他一些指正。那其实在实习过程当中，我自己最怕的就是比较内向，或者是不愿意表达，或者把自己埋起来的学生。这样子的学生其实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都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子久了，问题不会解决。我所谓的问题是个案遇到的问题，你没办法去处理。第二个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愿意说出来，督导也没有办法帮你来修正、讨论，或者用各样的方式建立一个比较符合工作规则或者是工作期待上面应有的一个专业态度。所以遇到这样的学生，那只有学生自己有一天被雷打到的时候，能够惊觉自己的困难、自己的缺点，能够有时间可以补强。其实对于社工系的学生来讲，实习真的是一个照妖镜，就是把你自己过去3年所学的状况，透过实习这短短的2个月，呈现真实的你自己。即便你再怎样隐藏，在实习当中很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督导也不是省油的灯，都是在沙场历练过的人，所以很快就可以抓到你的问题。遇到问题就是需要面对，就好像我们的个案，我们常常告诉个案你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个案能够正视他自己的问题。当然实习生也是一样，你需要正视你自己的问题，你之后才有机会修正自己的状况。通常我们在面试新人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会有新人告诉我们说他非常善于学习，也就是说他要来新的工作重新学习。那我们通常就会告诉他，很抱歉哦，我花钱请你来是工作，不是让你来学东西的。这个底下有2个含义，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把你自己的能力装备到最好，第二个你不是学生。当然在特殊的专业的部分，这个你可能没有工作经验，你不一定会知道。虽然你有修过义务社工，但是你对义务社工都是片面理解，不会全面的了解。即便实习过了也是一样，在新人训练的时候都要从头来学习。当然我们对于实习生跟新进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暑假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同事的孩子考上了社工系，他便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这个带新人的社工年资比较浅，带实习生的社工年资要比较深？为什么有这2个差别？最简单的是，带新人的同仁，他对于新人的传授就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传授。因为新进的人员，你必须对于社工最基本、最一般的东西，你要非常的了解。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面试的时候会需要考试。考试的部分就是在把新进的人员的水平拉到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在某个程度以下，机构没办法接受这个专业程度太糟糕了，就直接刷掉。那确保进来的社工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所以只要对于机构业务熟悉的社工就可以带新人。那为什么带实习生的督导年资要比较年长呢？要比较资深呢？因为带实习生不像带新人那么简单，实习生很多时候这个不懂那个不了解，所以除了教专业的部分知识，另外要花很多时间帮他复习大1、大2、大3的专业科目的
功课，告诉他这个理论是怎样操作、怎样实施、要怎样运用，还不一定会完全的理解。这个就是需要比较资深的社工人员带实习生的部分。好，我们讲了那么多，所以这个暑假通常是我最辛苦的时候。医院也没有多给我，因为带实习生多加几毛钱，还要面对实习生的工作，加上我自己的临床工作。到了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如果你今年的暑假实习完了，安德鲁社公司希望你在开学前把自己整理整理，自己对于在实习过程当中的专业的部分，你学到了多少，你了解多少，还有什么欠缺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准备好自己，在这一年当中赶快恶补一下，把一些不足的东西能够补强起来，以便于明年这个时候你可以顺利找到一个合适的你喜欢的工作。在实习过程当中，虽然在实习的场域里面，或许你觉得这个场域不适合你，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在大三就知道哪些领域不适合你，或者不适合现在的你，那可以做一些删除法，以至于在大四毕业之后，你会比较笃定你要去哪里工作，哪些东西就是实习过玩玩就好。即将要开学了，还没有交实习总报告的同学们，记得要赶快交报告，这样子督导才能打成绩。如果你是我的实习生，那我就在说你，请赶快交报告吧。我是安德鲁社公司，祝你新的学期有新的发展。我们下一次见。